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上周官方发布了《钢弹 W》30周年的纪念 OP 动画，不知道你看了没？那我个人是看得非常爽。然后看完之后，我只想说，拜托，那个冰结泪滴动画化一下，我管你之后要出一堆模型还是怎么样，我都不管，反正给你钱，赶快出。回到正题，那我们就趁着这一次的话题，我们就来开箱这一盒钢弹 W 系列中的 MGSD 非011W，听说很猛。然后这盒子真的超级大，而且盒子的厚度我手撑开之后差不多厚欸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阿基慢慢秀。板件有15片，不少哦。名字都叫 NG 了，就是不一样。不只有内购骨架，连分色也高规格待遇。然后这一盒没有补色贴纸哦，只给了一张标示贴纸，跟一般 MG 1:100一样的规格。好，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组装完毕了。这一盒大名鼎鼎的 MGSD 非011W，那整个组装过程呢，我就是哇，就真的觉得万代认真起来的技术力是真的很恐怖，没有做不到，只有万代想不想做。这句老话再一次验证了，有完美的分色，然后一堆联动机关，然后过去我们不爽的一些小细节，这一次万代全部都帮你想好了哦。外观造型在保有 Q 版的4头身比例下，对各部位都加大了一波哦。这边我拿个我13年前组过的 SD 非 1W 比较一下，这个马上就高下立判。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多了内部骨架啦。这款的骨架成型色也很漂亮，以枪铁灰为主，银色为辅。然后这款真的蛮强调银色的部分的，所以在各处会露出银色的内构。而且这次的水银灰成型色是蛮美的，水银灰，反正就是平常大家拿到的那种看起来有点脏脏的银色啊，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好了。这一次的银色成型色很像电镀，所以你在把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露出内部骨架，而且这次银色它的这个水波纹是很少的，我会真心觉得真的很漂亮。头部到处都有漂亮的镂空设计，散热孔内部啊，这一次它的分色万代全部都帮你分好的了。重点是眼睛还有主摄影机的部分。那这一次有用到透明临界的地方啊，除了双枪的瞄准镜之外，其他都是用带有内构的银色打底哦。在盖上透明零件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整个内部的机械结构，跟这种 SD 的可爱风格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感。它细节很多，可是它又维持这种 SD 的2头身设计，那这种效果我是真的觉得很好。应该可以这么说，就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的概念哦。躯干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，将驾驶舱拉开之后，可以看见驾驶舱面板中间的零式系统，正好是胸口的银色骨架内构哦。这种又能呈现内部小细节，然后外观上呈现又好看的设计，完全的满分啊，各位！是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。组装完成之后，我还是很常拉出来看，都好漂亮，是真的好漂亮哦。手部的外装甲，这一次的武装有附上一个盾牌哦。通常啦，
钢弹模型最常装盾牌的方式，就是手部侧面装甲开个洞，然后将盾牌内部加一个零件之后插进去。所以平常没装盾牌的时候，会有个洞就会显得很不好看。但这款装盾牌的方式是在外装甲这边有一个类似滑轨的设计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整个外观上面就会显得很美观，那就不会有刚刚讲的这个太突兀的洞哦。那手掌呢，就是标准的 MG 造型啦。那拇指呢，以及食指呢都可以动。那其余3指呢，就是传统的连接在一起。这个有点不想给过。不是啊，就是都做到这种程度了，5指可动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困难才对吧？万代，讲白一点就是万代不想给啦。腿部环视一下之后，会觉得整体看起来有点碎啦，那比较像是 RG 的概念。不过是说也是为了要呈现腿部超群的可动以及联动装甲，虽然视觉情报度是很够没错啦，不过我觉得是有点太矫枉过正了啦，就是它细节实在是太多了，你真的眼睛不知道要看哪边哦，就看这边也不是，然后看那边也不是，然后看整体嘛，觉得好乱。但你不能说它不好，就是好是好啦，就是说不上来的一种，太乱了。好，我不管了，不解释了，就是太乱了。武器的部分，这一次有招牌的双破坏步枪、2把光束剑，以及后来败者荣光中追加的盾牌。破坏步枪跟骨架一样，采用枪铁色，而且仔细看还会有些微的颗粒效果。那瞄准镜的部分，同样是采用透明零件的方式来呈现哦。那光束剑的特效采用动画的设定，绿色的光束哦，那可以收纳在副翼的收纳槽中哦。盾牌的外形设计很像 TV 版的零式，前端同样有透明零件。盾牌的安装除了刚刚提到的滑轨设计之外，那在滑到最上面之后，上方还有一个卡榫可以翻下来，直接卡在外装甲上面，那整个稳定度是非常够的哦。那接着来看看飞翼零式 EW 的招牌掉毛大翅膀，背包的部分在组装时会有滑动的锁扣，所以整个超稳定，那是不用怕说保温到一半的时候会整个背包连同翅膀一起扯下来哦。那下方有展示夹洞，那平常是用盖子盖上去的，那要使用的时候再掀开来就好了。主翼看上去很厚实饱满，那在下方羽根的部分，这一次追加了这个散热口的设计，那连接的多段机械臂，这一次也给我一种很棒的机械感哦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额外展开，露出内部的银色骨架。要是觉得还不够大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再拉开一段，保证够大。另外还弄得像是魔改的设计哦，在骨架的上方部分追加了这个蓝色的透明零件，那可以看到内部的纹理结构啦。坦白说，漂亮是漂亮啦，但有点不知道加这个设计的用意，就好看。好，副翼的部分同样有2个大型机械臂连接哦。然后这台吊毛虽然也有向后倾斜的问题，不过副翼正好可以顶到地板上，所以整台吊毛是站得非常稳定的哦。接着看可动，那头部的上仰以及俯视，以这种大头来说，表现上算不错。左右旋转呢也是正常的水准。那侧摆的部分呢，因为这一次的脖子设计上比较长，所以比起其他模型上来说，表现上已经算很好了。那再来是前后摆动，那前后摆动呢，因为这一次的脖子有额外的关节，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整个区别哦。那旁边类似耳朵的翼状设计，这一次下方也可以打开，露出内部的骨架细节。那躯干的部分呢，除了刚刚提到的驾驶舱可以向外拉动之外，那上方的火神炮盖呢，也可以向上掀开，那推出里面的火神炮哦。而且这个机关其实是有联动的，不过这个机关联动很小啦，那组装的时候呢，会比较有感觉哦。但还是要说一句，这个机枪造型是真低阳春，还以为是10几年前的造型，原来已经是2024年啦。那在弯腰的部分有2段，那其中实现第2段的时候，因为本身带有卡榫的关系，所以需要稍微用点力。那再来看到后仰以及侧摆，那就只能讲有角度，但其实没有到特别优秀哦。那至于左右旋转呢，就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手部连接躯干处这一款也有外摆关节，而且在拉出之后还有额外的一段关节，让整个手臂向下的幅度会大幅提升。肩胛是有锁扣，不过因为没有其他的连接方式，所以呢在把玩的时候会感觉到它有点松松的。那再来呢，最后一片的翼装设计，它其实跟最上面的装甲是有联动的，一样打开之后可以看见内部的银色骨架结构。另外为了要变形成新飞鸟形态，以及大气层突入模式，它有滑轨的设计。那在滑到最外部之后可以向下翻折，
手肘关节弯曲程度优秀，角度来到120度。那前臂的部分也有关节可以360度旋转。外装甲这一次设有一个很合理的裂甲设计，在向外拉动之后会产生个洞，可以将破坏步枪后方的插胶插入。配上这次非常紧实的手臂，举枪不再垂下跟掉落，不再是梦啊，各位！最后是默认的手臂旋转、手掌旋转，还有我们的手指可动，这些都是正常的水准表现哦。那在腰部的前裙甲以及后裙甲都可以分开可动，侧裙甲也可以上下翻动。另外呢，也有滑轨设计，侧裙甲滑到后方时，可以让侧踢的角度显得更大。另外后裙甲可以整块向下翻动，用来完成新飞鸟形态以及大气层突入模式。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聊。再来看脚部，这次在连接腰部的地方有个蛮特别的斜外摆关节，那在往外拉动之后，可以看到整个脚是往下移动的，用来实现吊毛初登场时脚互相重叠的姿态。这个有点东西。根部旋转正常，那前踢的部分可以来到90度，后踢的表现就没那么优秀了。不过只要将我们刚刚的脚外摆关节向外拉之后，角度也可以来到90度，侧踢平时就可以有接近70度的表现。那将刚刚提过的侧裙甲往后滑动之后，就可以来到90度。接着膝关节的部分，在弯曲时表现非常优秀，那角度来到了120度。除了说可以看见内部的骨架结构之外，上方的大腿装甲也会一起联动裂甲。那除此之外，为了不让大腿后方会卡到，所以小腿肚的装甲这一次会跟着向外移动，让整个弯曲程度接近人体的水准。但是 西嘎西将腿拉直之后，这两侧的装甲需要自己推回去，很可惜。脚掌的上盖这次也有小幅度的可动，那脚掌本体呢，它的前后摆动是没什么问题，重点是在于这一次脚掌的前端它有2段可动啊，各位。侧摆的部分也很不错，那角度大概来到60度左右。接着看主体的大翅膀，那主翼的机械臂总共有6个关节，那可以分别进行旋转或是上下摆动。那在把玩时要小心，不要不小心折断了。羽翼的部分在拉开内部的翅膀时有小型的联动，那还有刚刚提过的2段拉动。羽根的关节采用圆轴关节，那角度很稳，可以摆出自己想要的角度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也可以上下摆动，那呈现更丰富的样式。副翼的机械臂总共有3个关节，左右侧摆、旋转或是上下角度，这些腕带都帮你想到了。光束件收纳槽也有一小段的可动，可以将剑柄推出。副翼的主体同样有联动设计，张开时可以看见里面的4根羽毛，但这些就是固定住的了，没有办法进行摆动。接着来看武器，破坏步枪的侧面盖板可以往下折，就可以结合成双管破坏步枪。那另外呢，这把步枪已经够大了，但万代说你们不是要大，那就给你们更大，前端的部分还可以再拉长。那在双管破坏步枪模式下显得超级霸气。后方有个收纳的小型卡槽，可以搬开用来卡在前面提到的手臂装甲上。扳机的部分呢，可以旋转之后折叠，那用来呢实现等等我们来聊聊的新飞鸟形态。盾牌的2侧小型机翼内部有齿轮构造，那折叠时会有联动效果。上方的2侧卡榫可以搬动，实现新飞鸟形态的时候，可以将破坏步枪挂在上方。最后来聊聊新飞鸟形态跟大气层突入模式。先将后裙甲整块向下翻动之后，再将侧裙甲2片向后滑动至定位，将前臂向外旋转90度，接着将肩胛滑动之后向下翻折，再来将2个脚掌全部摊平。那因为机械臂的关节太多端跟复杂，总之呢就是配合说明书，将主翼调整至前方，那再调整一下羽根的角度，张开副翼就可以实现经典的大气层突入模式啦。那新飞鸟形态也很简单，在维持大气层突入模式的状态下，将头180度旋转，2把破坏步枪将扳机收纳好，分别卡在盾牌2侧，最后将盾牌卡进背包的卡榫，那就完成了。另外还有飞鸟形态下的大气层圈内模式，维持刚刚的飞鸟形态，将副翼收起来之后向后扳折，再将下方主翼搬动至2侧张开，就可以实现这个圈内飞鸟形态了。但这里很残念的地方是，这台吊毛的展示架洞只有刚刚提过的背包下方，连接在展示架上时，虽然展示架是透明的啦，但看了就没那么顺眼啦，万代。
那以上就是这一盒 MGSD 非104 EW 的开箱啦。那整体来说，我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不推荐这一盒就是它整个都很强啊，它造型好看，然后可动又多，然后又是完美分色，就不买不行然后现在应该算好买啦，就是买得到啦。那价格应该也没有当初那么高了。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蹲原价的，一律推荐当几吨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那欢迎各位留言对这台掉毛的看法。那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点个喜欢，或是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